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你没有乱做影片，甚至比之前更加认真，但是影片的推荐量却越来越少，观看数更快停住？那我先跟你说一句，不是你的错。2026年 YouTube 已经悄悄了更换另外一种决定谁会被推荐的规则，而今天这部影片就会清楚的告诉你这套规则是什么。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只要分享给你 YouTube 频道运营以及流量变现技巧。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来帮助你少走弯路，所以要记得订阅我频道。这里还特别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里面会有频道运营以及变现的核心策略，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我们先来讲一个很多创业者都遇到的，但是很少人能够说清楚的现象：影片的命运变得非常快被决定。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影片在前2天的时候表现不好没有关系，后面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现在不是这样了。我在最近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一支影片值不值得演算法继续推荐，其实在影片发布之后的1到2个小时就已经决定了。不是影片变差，而是 YouTube 已经不再愿意慢慢等了。当你站在平台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很合理的。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面，每一天都有几百万部的影片上传到这平台上面，所以 YouTube 它面对的不是内容好不好，而是风险管控。所以它就现在做了一件事情，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去决定一部影片值不值得去投入更多推荐流量。前期数据不好，不是慢慢降权，而是直接把流量去送到另外一部影片里面。这不是针对你，而是当平台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Our ambition is to be a streaming service where you can watch, create, and share video, regardless of where you are in the world, who you are. And that's our goal, that's our mission. And what I like about that is it really encapsulates everything from living room screens to television screens to, your phone in your pocket, to, car radio, all that sort of stuff. We're not social media. We're not a place where you go to connect or share with your friends. You're primarily there to watch video. And we're not sort of linear traditional television either. We're sort of our own thing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content that's created on our platform, being a creator-led content generation platform. 这里我要讲一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是非常真实的事情。2026年最容易受伤的不是乱做的人，而是很努力但是没有转换思维的人。因为你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内容有深度，资讯很扎实，但是开场太慢，标题太保守，缩图不够有情绪。结果就是影片对于懂的人很有价值，但是对于第一次看到你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而 YouTube 现在最在意的偏偏不是最懂你的人，而是愿不愿意点进来的陌生人。在现在的 YouTube， 内容品质不是优势，只是门票。没有通过第一道门，后面再有料也是无法被观众看见的。接下来这一点很多人会忽略，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YouTube 现在非常的在意你的影片是不是某些观众打开 YouTube 之后看的第一部影片。为什么呢？因为这牵扯到了一件事情：使用者的注意力状态。第一支影片观众的注意力是非常完整的，如果第一支影片观众就看得住、看得久，那么之后观看更多影片的概率是更高的，也是能够让他们观看更长时间的。所以 YouTube 其实在问的就是谁的影片最能够成功的激发起观众的观看状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影片的发布时间是从微调变成真正的频道策略的。你可以进入到你的 YouTube 后台里面，然后选择数据分析，再选择观众选项，在这里你就能够去看到观众在YouTube上面活跃的时间。你选择在他们活跃的时间段去发布影片，那么影片的初始流量是会更高的。不是时间本身重要，而是你有没有卡到观众刚进入到平台最容易被吸引住的那个时刻。很多创业者会卡在一个误区：我先把老观众服务好。这句话在以前是对的，但是到了2026年，它只会让你频道不断的停留在原地。因为现在 YouTube 对于每支影片
片的看法就是，它是在测试一件事情，这部影片能不能够去复制到其他人上面。如果说你的影片很内梗，很依赖于之前的影片，很像是在跟熟人聊天，那么对于演算法来说，这样的影片是不可扩张的。一句很残酷但是很重要的话，我要告诉你，老观众他是结果，他不是你的频道成长引擎。你必须要让第一次看到你影片的观众，他们能够用30秒的时间就判断这部影片和他到底有没有关系。很多人会抗拒做频道定位，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样就把他的频道去困在一个地方了。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跟你说，定位它不是为了让你拍得舒服，而是为了让 YouTube 敢于把你的影片去推荐给别人。现在的演算法不是去猜你是谁，而是他在建立模型，看你的人还看了哪些内容，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兴趣轮廓。如果说你频道里面的主题是发散的，不是说 YouTube 他不喜欢你，而是他是很难定位你的内容到底是属于哪一群人的，而无法被理解就等于无法被推荐。 The simplest way to think about the recommendations that you see in your feed, whether it's the home feed or on the watch page, is it is really a reflection of your interests as a viewer. And so when it's changing in the sense of reflecting back your interests or your personalized history of what you were watching on our platform. 如果你看到这里了，你有一个感觉，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卡住了，但是我还不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做，那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2026年的 YouTube 已经不再是靠试错就能够做出结果的，所以我有做一场完全免费的公开课，叫做2026年 YouTube 成长蓝图。我会把今天影片讲到的这些概念整理成一套可以照着走的架构，连接我会放到影片下方，不用付费，你可以免费观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 YouTube Shorts。有的人听到 YouTube Shorts 它的广告收益在慢慢的上升，就会觉得 YouTube 的重心是不是转移到了 YouTube Shorts 上面？但真正重点的不是形式，而是 YouTube 它奖励的是高频回访。Shorts 它的价值就在于快多，并且容易让观众回来。但是如果说你的频道没有去设计接下来观众可以看什么，那么无论说是长片还是短片，对于观众来说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2026年的关键其实不是内容多，而是观众有没有一个观看路径。如果你看到这里了，你已经明白了一件事，2026年的 YouTube 不再只是乱拍都会有结果，也不是你只要努力了就一定能够看到成绩。 Really think hard about what type of content you're passionate about. If you don't have passion around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be your authentic self, and fans will figure that out very, very quickly, and you're not going to build a fan base.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ink hard about what you are really, really excited about. YouTube can be a bit of a slow burn. And so if you are passionate about something, care deeply about it, give it time, because you want to set expectations with your audience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s your content going to be abou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nd how you're going to go about doing it. And that builds over time. And that builds in terms of followerships, but it actually also builds in terms of the algorithm, because the algorithm is just a reflection of the audience. 但是接下来很多人就会有疑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去操作才能够有机会让频道开通盈利？所以我希望你接下去能够去看这期影片。在这期影片里面，我不光是讲理论，而是更多的会把成长、盈利系统化一步一步的去拆解给你看。如果你真的想把 YouTube 当成是一个能够长期给你回报的东西，那么希望你现在就去观看这部影片。